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从偶像到实力派，赵丽颖转型背后的辛酸与辉煌。赵丽颖3部转型之作票房累计未破10亿，口碑争议中演技细节屡遭质疑。从惨角色突围到奖项野心、流量与实力的博弈背后，85花的转型困局揭示行业真相。演员真正的价值不在转型标签，而在于能否留下穿透时光的荧幕角色。自去年拿到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之后，赵丽颖就被外界看作最有望转型成功的85花。彼时她的电影储备也非常可观，《浴火之路》乔妍的新式向阳花，《浴火之路》为打拐题材，融合复仇片与公路片要素。乔妍的新式改编自知名 IP。是近年颇受市场欢迎的双女叙事。向阳花则由一线导演冯小刚执导，聚焦刑满释放人员这一边缘群体。3部电影在商业维度有卖点，内容维度有亮点。对于处于转型关键期的赵丽颖来说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如今这3部作品均已和观众见面，赵丽颖的转型战也来到了一个值得复盘的阶段。01从票房收入看，赵丽颖转型3部曲的表现并不算差。《浴火之路》4.61亿，是去年国庆档的票房亚军。乔妍的新式冷档上映，最终票房1.51亿。上周上映的《向阳花》目前位列同档期第一，猫眼预测票房落在了2亿。如果这个数字成真，那将是冯小刚近5年内导演作品的最好成绩。然而，3部主演电影票房相加未过10亿，这显然又不符合市场对一名顶流女星的期待。比票房更高级的是口碑，《浴火之路》豆瓣6.2，刚过及格线。乔妍的新式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外界的期待值，结果上映后口碑却一路走低，豆瓣评分5.3。正在上映的《向阳花》则呈现出评价2极分化的倾向，豆瓣评分6.6，并且再次难逃观众在女性主义层面的指摘。3部电影中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惨。《浴火之路》里，李红英是一名因女儿被拐卖而踏上复仇之路的母亲。乔妍的新式里，赵丽颖饰演的小乔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女明星，实际上却是来自边陲小镇，生活在秘密与谎言之中的黑户，不仅工作中处处受经纪人的操控，生活里还要随时因身份问题面对未知的威胁。再到这次的《向阳花》，电影开幕就是赵丽颖饰演的白狐狸入狱，原因是她为了给女儿购买人工耳蜗误入歧途。身处底层，无钱无势，还有过案底，这样一名女性出狱后面对的处境可想而知。3个角色各有各的惨，这一方面是题材决定的，另一方面则给了赵丽颖更大的表演空间，有利于后续的奖项评选，也就是网友常说的冲奖。那赵丽颖交出的答卷如何呢？3部电影中，她在表演上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那就是人物状态大体准确，但在细节诠释上的颗粒度不足。每遇到故事的高潮情节，赵丽颖作为核心人物总是给人一种乏力感。以《向阳花》为例，当白狐狸下定决心杀老爹时，电影闪回了他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面对的种种不公与屈辱。此时的搏杀俨然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解救兰西亚饰演的黑妹，更是白狐狸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命运讨一个公道。他必须在这个瞬间爆发出强大到足以吞天似的能量，这个决定性的瞬间才能成立。赵丽颖的表现够狠，却不够恨。导演甚至在这场戏中回避了白狐狸的面部特写，把镜头拉远，观众只能通过肢体动作和血腥场面来感受人物情绪。这种呈现方式很安全，但力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流量型演员的演技本就更容易受到关注，更何况3部电影中与赵丽颖对戏的要么是辛芷蕾、肖央这样的实力派，要么是如兰西亚一样的天赋型选手。
3部电影上映后，赵丽颖的演技表现均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。只是不同于第20条时期的好评居多，这一次外界的声音中多有质疑。02谈赵丽颖，便难以避免谈到85花。去年9月份，赵丽颖拿下飞天视后之时，85花格局大变占据高位热搜。10月份，赵丽颖2封金鹰视后，围绕85花的讨论再次层出不穷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赵丽颖在事业上的连续进阶，的确给其他85花及粉丝群体造成了危机感。但同时，赵丽颖的存在又对85花的职业路径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，她的路走通了，后来者也就有迹可循了。与2010到2015年间走红的85花们，向上承接了电视时代的最后红利，通过爆款作品收获了一定的国民度；向下则成了网络时代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以作品、话题、人设聚拢流量和人气。这既是85花的共同特性，也成了他们转型的最大难点。当年龄略大的轻异型女演员在各自的赛道上稳扎稳打，接连把主流奖项收入囊中时，85花依然被困囿于古偶剧和外界对流量型演员的成见中。如果说10年之前85花的转型更多是出于自身对职业生涯的规划，那到了近年，先后步入35岁加的85花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进则退。原先的古偶舒适区迎来了对观众来说更有新鲜感，在年龄上也更具优势的95花、00花，各种现实向作品则需要他们进一步打磨演技与适配度。赵丽颖转型的步调走得最坚决，也最高效。2022年接连播出的2部作品中，《幸福到万家》是有导演郑晓龙保驾护航的农村题材，《风吹半夏》是以社会变革为背景的时代群像闯剧。2部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大女主属性，且女主都是草根出身，凭借自身的努力一路披荆斩棘，闯出天地。这就与赵丽颖此前的代表作和自身经历有了连结点，观众更容易代入。在电影之路的规划上，赵丽颖沿用了这样的思路，但电影表演和电视剧表演终究存在差异。现阶段的赵丽颖仍需提升表演能力，以匹配角色的复杂性。03聊完了赵丽颖和85花，我们再来谈谈转型。不管是正当红的流量型艺人，还是不缺代表作的实力派演员，在采访中都常被问到这个话题。但究竟什么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转型？要达成什么成就才算是转型成功？行业内外始终未形成清晰共识。在观众的讨论中，演员的转型无非分为以下几个维度： 1. 媒介平台的跨越，即从电视剧领域转向电影领域； 2. 题材类型的转变，即从青春偶像剧转向现实或主旋律题材； 3. 评价体系的改变，即从依赖粉丝与流量转向追求大众口碑与主流奖项。如果细究这些标准，不难发现它们是建立在影视行业长期固有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的，比如电影、电视剧、现实主义偶像剧。如果以塑造立体丰富人物为评判表演的标准，电影肯定不比电视剧更有优势，但现实主义作品自然比偶像剧更有发挥空间。85花之中，电影圈最先抛出橄榄枝的对象是杨幂。2011年凭借穿越剧攻走红后，杨幂在其后的5年时间内陆续参演了20多部电影，集齐了大 IP、大导演、大制作。但一番闯荡，除了粉丝花真金白银堆积起来的票房实际外，对杨幂本人作为演员的转型却无多大助力。去年3部影视作品接连失利后，杨幂的舆论处境变得更加被动。事实证明，没有扎实的业务能力作为基础，不管参与到什么样的作品中，流量艺人大概率止于2种用途：牌子和靶子，平台或项目招商的广告牌，集火观众审判的靶子。归根结底，转型是手段而非目的。近年赛道学兴起，背后暗含的便是演员对自身的认知能否和市场需求精准匹配。
如果走出舒适圈的代价是核心受众流失、观众离场，为了转型而转型，那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了。在行业留给演员的试错空间越来越小的条件下，比其转型成功，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能否塑造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代表角色。85花中，唐嫣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。2020年的烟云台口碑不佳后，唐嫣经历了长达3年的作品空窗期，期间粉丝对工作室的质疑屡次引发舆论热议。直到《繁花》开播，这些质疑声不攻自破。戏里，汪小姐以其明媚坚韧成为了全剧最亮的一抹色调。戏外，唐嫣口碑逆袭，资源回升，重新确立了市场地位。汪小姐让唐嫣收获了新的人生角色，也让行业看到了她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。近期《念无双》开播，唐嫣被部分观众视为回归舒适区转型失败，但这无损于汪小姐这个角色的光彩和唐嫣通过《繁花》取得的职业突破。究其根本，演员的价值并不是转型成功与否就能简单定义的，真正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，不是转型的噱头，而是那些能长久留存在观众心中的荧屏印记。曾经的赵丽颖是观众口中的甜妹担当，是无数青春偶像剧里温婉可人的女主角。但谁能想到，如今在大银幕上用细腻演技征服观众，斩获奖项，引发业界热议的她，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转型。从偶像到实力派，她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和努力，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演员。赵丽颖的演艺之路从一开始就并不顺遂，她并非科班出身，家境普通，外貌也并非浓颜系那种第一眼就惊艳众人的类型。在众星云集的娱乐圈，赵丽颖初登荧幕时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，常常出演配角、龙套，有时候甚至连名字都不上字幕。那时的她几乎被所有人定义为边缘艺人，仿佛注定只能做陪衬，永远难以翻身。真正让赵丽颖被大众认识的，是她在《陆贞传奇》中饰演的陆贞。这个角色既有柔弱的外表，又有坚韧的内心，正好契合赵丽颖本人的气质。她凭借真挚的表演和自然的情感流露打动了观众，也开启了她甜宠剧女王的生涯。接下来的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等热播剧，更是将她推上了流量顶峰，成为各大平台争抢的收视保障。然而就在外界纷纷称她为国民女主时，赵丽颖却开始悄悄转变自己的方向。她深知，如果只是依靠甜美形象和古装滤镜来维持热度，终有一天会被新一代小花替代。她渴望突破，更渴望得到行业真正的认可。于是，她选择在事业巅峰期逆风转型，从流量的光环中抽离，走向更加多元和复杂的角色挑战。转型之路注定艰难。她在《谁是凶手》中挑战心理阴暗、情绪崩溃的边缘人物，抛弃美颜滤镜，甚至素颜上阵，把观众吓了一跳。但同时也让人意识到，原来赵丽颖不只是一个长得甜的女演员，她能演疯子，能演弱者，能演母亲，能演痛苦、挣扎、愤怒、绝望。她的表演开始有了层次和厚度，不再只是哭和笑的简单切换。电影《向阳花》更是她演技爆发的重要节点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顶着寒愈拍摄了整整12小时，晕倒在片场。影片中她完全卸掉妆容，展现了一种接近毁容式的真实感，那种苍凉的眼神、破碎的神态，让观众忘了她是赵丽颖，只记得她是那个为了孩子苦苦挣扎的母亲。这不仅是一次演技上的升华，更是她演员身份的一次彻底重塑。她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主动找她出演现实题材、文艺片。观众也开始重新审视她，不再以流量明星来看待，而是真正将她当作一位有实力的女演员。赵丽颖凭借一部部沉淀的作品赢得了行业的尊重，这种从头再来的勇气和魄力，在内娱女星中尤为难得。当然，她的转型也不是一帆风顺，有质疑，有争议，
也有不少人曾经在他转型初期的作品中吐槽他太用力不自然。但赵丽颖从未被舆论打倒，而是通过不断磨练自己，调整状态，接受更高强度的角色训练，才一步步地稳住了实力派的位置。他用时间和作品回应了所有的否定和不屑。如今，赵丽颖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她的角色不再单一，她的作品不再依赖流量，她的名字已经逐渐成为品质的代名词。这是她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荣耀，不是任何团队包装出来的短暂泡沫。赵丽颖的故事是无数演员都渴望却难以实现的逆袭范本。她的蜕变不只是关于转型，更是一种对梦想的坚守，对热爱的坚持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演员的底气永远来自作品，观众的掌声终将属于那些真正用心在演戏的人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曾是赵丽颖傻白甜时期的粉丝，也许你会为她现在的转变感到惊讶。如果你曾对她的演技持怀疑态度，也希望你能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她当下的每一个角色。她不再只是我们熟悉的古偶女主，而是一位真正值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。每一位热爱影视剧的朋友，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年轻人，请记住赵丽颖这段转型的历程。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无数次推翻自己，重来一次的勇气。愿你我也能在各自的领域里拥有那份甘愿归零再出发的决心。赵丽颖的故事仍在继续，她的下一部作品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震撼与感动，而我们也愿继续陪伴她，一起走下去，见证更多属于她的实力封神时刻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